你知道世界上最致命的蚂蚁是什么吗？你见过比毒蛇还要可怕的蚂蚁吗？你可能以为蚂蚁这种小型昆虫对我们人类构不成什么威胁，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在世界上有那么一些蚂蚁，不但攻击性极强，而且还携带剧毒。有些蚂蚁的毒液致死率甚至比眼镜蛇还要高，一旦被它们咬伤，轻则皮肤溃烂，重则当场丧命。最可怕的一个，咬上一口，最快仅需5分钟就可以使一个成年男子命丧黄泉。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世界上最危险的10种蚂蚁。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捷克跳蚁。这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小型蚂蚁，看上去虽然并没有多起眼，但实际上极其危险。捷克跳蚁也叫多毛牛蚁，它主要都生活在塔斯马尼亚和澳大利亚的东南部地区，一般都活动在一些牧场、森林、花园和草坪上。它的体长也就在1厘米左右，整体外观与我们常见的蚂蚁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危险性却要高得多。它拥有灵活的弹跳能力以及致命的毒液，它的毒液毒性很强，像一些苍蝇和其他的小型昆虫一旦被它蛰到，短短的几秒之内就会死去。即便是我们人类一旦被它蛰伤，最快在7分钟之内就足以使患者的脉搏停止跳动，严重的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它们的毒液不仅能够引起剧烈的疼痛，还可能会导致一些过敏体质的人出现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在塔斯马尼亚，被这种蚂蚁蛰伤致死的人数甚至都超过了蜘蛛、毒蛇以及黄蜂和鲨鱼的总和。更可怕的是，捷克跳蚁的攻击性还很强，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动物，即便是它们的同类，它们都会攻击。但庆幸的是，它们的分布范围并不广泛。难以想象，如果这种蚂蚁分布在全世界，那么每年估计会有几十万人会被这种小东西夺去生命，非常可怕。第9个，爆炸蚂蚁。相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这种蚂蚁。爆炸蚂蚁的学名为桑氏平头蚁，它是一种弓背蚁。这种蚂蚁原产于东南亚地区，主要都活动在一些雨水充沛、气候湿润的热带雨林中。它的体型不大，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实际上它的整个身体几乎都充满了毒液。如果在面对数量众多的敌人或者走投无路时，它就会快速收缩腹部的肌肉，自己把自己的肚子挤爆，然后使体内的毒液以爆炸的方式喷射到四周，从而对附近的敌人造成伤害。它的毒液看上去就类似于胶水一样，非常粘稠，并且具有腐蚀性。瞬间爆炸所产生的毒液，首先是可以震慑到敌人，其次还可以用来缠绕住敌人，使其无法动弹。它的毒液中含有多种有毒化合物，如果不小心沾到我们的眼睛上，是非常危险的。第8个，巨人孔蚁。巨人孔蚁也叫巨型森林蚂蚁，它是人类已知体型最大的蚂蚁之一。这种蚂蚁的体长最长可以达到惊人的3.5厘米，这种体型对于蚂蚁来说已经算很大了。它们主要都分布在东南亚地区，通常都活动在一些潮湿的森林里。这个家伙体型巨大，力量惊人，并且能够向外喷射乙酸，乙酸可以对敌人造成化学灼伤，非常危险。体型大，咬合力自然也比一般的蚂蚁要强，它一口下去可以轻易的咬破我们的皮肤，如果伤口沾染到它喷射的乙酸，很有可能会导致皮肤溃烂发炎，一些体质特殊容易过敏的人群甚至会危及生命。巨人孔蚁白天通常都在地面上巡游，到了夜晚便会爬到树上进行觅食。在野外，它们主要以麋鹿以及各种昆虫为食。一个成熟的巨人孔蚁的巢穴最多可以拥有上万只蚂蚁，一旦遇到威胁，它们则会蜂拥而上，协力对付敌人。如果在野外遇到一大群巨人孔蚁的攻击，后果也是相当可怕的。第7个，绿头蚁。颜色越是鲜艳的动物，可能毒性也就越强。眼前的这个绿色的蚂蚁自然也不例外，它叫绿头蚁，主要都分布在澳大利亚。这种蚂蚁的身体会闪着金属一样的光泽，颜色从绿到紫，个别的还有红紫色，看上去非常艳丽。绿头蚁也叫金属皱虻蚁，它属于虻蚁亚科，体长也就在5到7毫米之间。这种蚂蚁的适应能力很强，无论是炎热的沙漠、森林以及城市，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身影。与其他有毒蚂蚁一样，绿头蚁也长有毒刺，被它蛰伤后，伤口处会非常疼痛，不过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一般人并不会出现生命危险。但如果换作体质容易过敏的人群被它蛰伤，那就相当危险了，因为它的毒液威力足以引起敏感人群的过敏性休克，严重的也有可能会危及生命。盼望各位领导日后在野外遇到这种绿色的蚂蚁，千万不要好奇，因为蚂蚁虽小，但也足以致命。第6个，佛罗里达收割蚁。这是生活在北美地区的一种剧毒蚂蚁，
佛罗里达收割蚁也叫栗黄须蚁，它是一种切叶蚁。这种看上去不起眼的小生物，却拥有惊人的力量和恐怖的毒液。它的恶捕力量很强，能够轻易地将坚硬的种子切开，这也正是它们名字的由来。这种蚂蚁的体长也就在6到9毫米左右，大小与普通的蚂蚁差不多。它们通常都活动在美国东南部的一些炎热干燥的草原、林地以及沿海沙丘上。这个小家伙的毒液毒性极强，它配备有能够释放高效且痛苦的神经毒素的毒刺，毒液对老鼠的致死剂量几乎与毒性最强的蛇毒相当。不过由于佛罗里达收割蚁的体型较小，它每次向外释放的毒液并没有毒蛇那么多，所以被它叮咬一次通常并不会出现生命危险。但如果被一大群佛罗里达收割蚁同时叮咬，那么就相当于遭到了一条剧毒毒蛇的叮咬。不过一般情况下，佛罗里达收割蚁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除非自身受到威胁才会被迫蜇人。第5个，狩猎蚁。狩猎蚁也叫猎蚁，它是行军蚁的一个大属，主要都分布在非洲地区。狩猎蚁的种群数量与人类差不多，相当庞大，但是一个蚁群所拥有的成员就可以达到20万只以上。这种蚂蚁性情凶猛，叮咬能力极强，它们拥有巨大的头部和前行的下颌，战斗力非常强悍。狩猎蚁群就像是一个彪悍的军队一样，经常会在野外征战，目的就是通过武力争取地盘、食物以及消灭一切能够消灭的动物。当食物短缺的时候，它们也会组成上千万的蚂蚁大军，开拔到远处狩猎。在这期间，它们一边前进，一边会毁灭并吃掉它们遇到的一切东西，无论是昆虫还是各种小型哺乳动物，一旦遭到狩猎蚁的攻击，基本上必死无疑。有时候即便是我们人类，尤其是体质较弱的老人和儿童，如果遇到狩猎蚁群，没有及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也有可能会面临窒息导致丧命的风险，非常可怕。第4个，行军蚁。行军蚁实际上不单指一个物种，它是一个亚科。刚才的狩猎蚁其实也是行军蚁的一种。行军蚁主要都分布在南美洲和非洲地区，特别是亚马逊河流域。这里的行军蚁群数量通常都高达上百万只，它们没有固定的巢穴，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大多数的行军蚁都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会吃掉任何可以吃掉的猎物，杀死任何可以杀死的动物。整个行军蚁群仅在1天之内就可以捕杀多达50万只猎物，其中包括各种昆虫以及小型哺乳动物。它们所过之处遇到的一切生物都将会被啃食殆尽。当它们的大部队在觅食的时候，所形成的痕迹宽度可以达到20米，长度超过了上百米。毫不夸张的说，如果一个人一动不动躺到行军蚁的大部队中间，短时间内就会被啃得只剩下一堆白骨。除此之外，行军蚁的唾液中也含有毒素，这种毒素可以麻痹小型动物，对人类来说并不致命，但尽管如此，一旦被行军蚁咬伤，也有可能会面临感染的风险，非常可怕。第3个，红火蚁。这是一种极具侵略性的蚂蚁。红火蚁原产于南美洲的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的巴拉纳河流域，现在已经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这种蚂蚁的攻击性极强，并且繁殖能力也很高。它是世界100大外来入侵物种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蚂蚁之一。红火蚁的体长仅为2到6毫米左右，它的身体为红黑色。另外，这个小家伙的腹部也长有毒针，它的毒液中含有生物碱毒素。每次发起攻击时，红火蚁就会利用腹部的毒针连续刺向敌人，每次叮咬都会从毒囊中释放一定量的毒液。人体一旦被它蛰伤，伤口处就会出现犹如被火烧伤一样的疼痛感，并且同时还会出现类似于火烧伤一样的脓泡，严重的也有可能会产生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非常危险。除此之外，红火蚁还会入侵住宅、学校、草坪，甚至啃咬电线，引发小型火灾，破坏农作物等等等等。总之，这种蚂蚁对人类来说百害而无一利。据估计，在全世界每年单是用于防控红火蚁的资金就超过了50亿美元，但尽管如此，仍阻挡不了红火蚁的大肆蔓延。第2个，子弹蚁。被子弹击中是什么感觉？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生活着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蚂蚁之一，子弹蚁。这种蚂蚁的个头很大，体长最长可达3厘米，它的头上长有2只大钳子，看上去非常凶猛。正如它的外观一样，子弹蚁是世界上最可怕的蚂蚁之一。如果不小心被它咬上一口，那种疼痛感将是你一辈子也无法忘记的。根据昆虫学家贾斯汀·施密特描述，被子弹蚁咬伤的感觉就犹如被一颗生锈的铁钉插在脚上，然后光脚在火红的木炭上行走一样。
这种疼痛就犹如被子弹打在身上一样，非常痛苦。更可怕的是，疼痛的时间会持续24个小时，不会有任何减弱。它的毒液中含有一种神经毒素，这种毒素会导致伤口肿胀并加剧疼痛。如果被一支子弹一叮咬，通常并不会有生命危险，但如果被5支或者5支以上的子弹蚁同时叮咬，极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这种可怕的蚂蚁在很多人看来都应该避之不及，但生活在亚马逊雨林的土著部落却将子弹蚁的叮咬作为男人的成人礼。在这个部落里，男孩必须经受过子弹蚁的叮咬，才可以成为真正的男人，相当彪悍。第一个，斗牛犬蚁，这是世界上最大、最毒、最凶猛也是最致命的一种蚂蚁。斗牛犬蚁也叫狮蚁，它的体长最长可以长到4厘米，即便是最小的品种，体型也达到了 1.5厘米。这种蚂蚁主要都分布在澳大利亚，通常都喜欢活动在一些草原、森林以及河边。它长有一个长度约为6毫米的毒刺，内部携带有非常致命的毒液，被它蛰伤后，最快仅需要15分钟就足以杀死一个成年人类。自1936年以来，在澳大利亚已经有多起因这种蚂蚁的叮咬导致死亡的事件发生。牛头犬蚁的攻击性极强，它们几乎不惧怕人类，甚至会主动跳到我们的脚上进行攻击，让人防不胜防，非常危险。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假如世界上所有的蚊子在一瞬间全部消失，地球将会发生哪些变化？这个问题听上去似乎并不严重，毕竟没有蚊子的世界对于人类来说可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事情，但事实却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所谓存在即合理，地球上任何一种生物都在某种程度上对生态环境起着一定的作用。早在1亿多年前，蚊子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它们与数千个物种一起进化，冥冥之中掌控着大多数陆地生物的命运。蚊子消失不仅不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反而可能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蚊子消失，地球会怎么样。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你知道吗？蚊子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生物，实际是地球上每年杀死人类最多的动物。虽然狮子、老虎、鳄鱼以及毒蛇这些动物看上去更加恐怖，但它们每年杀害的人类数量还不及蚊子的1/10。据英国的《自然》杂志描述，在过去的5万多年时间里，全世界有接近1半的人口是死于蚊子传播的疾病疟疾。除此之外，蚊子还是塞卡病毒、西尼罗河病毒以及登革热病毒的主要传播媒介。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蚊子身上所携带的病毒数量高达80多种，细菌更是高达上百种。它的每一次叮咬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将病毒以及寄生虫带入我们的体内。直到今天，在非洲大陆，每年仍有多达60多万人感染疟疾死亡，这相当于每1分钟就会有一个人被蚊子杀死。那么蚊子既然这么可怕，人类为什么不把它们灭了呢？这就要说到蚊子的种类了。你知道吗？在全世界大约有3500多种蚊子，其中只有100多种会吸食人类的血液。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蚊子都叮咬人类，只有雌性蚊子在产卵之前才会吸食血液，因为它必须依靠血液才能促进卵巢的发育，所以叮咬你的每一只蚊子都是花枝招展的母蚊子。而雄性蚊子则与蜜蜂一样，主要以花蜜、蜜露和植物的汁液为食，并不会吸食血液。如果世界上的蚊子全部消失，最开始我们并不会感觉到有任何异常，反而对人类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夏天出去烧烤再也不怕蚊子的叮咬了，晚上睡觉时也可以大胆的打开窗户，去森林里游玩也可以随意的穿自己喜欢的短裤以及短袖了。更重要的是，没有蚊子传播疾病，在全世界每年将会有70多万人避免死亡，因为再也不怕被疟疾夺去生命了。一个没有蚊子的世界看上去可能会非常美好，但是如果蚊子真的全部消失，事实可能会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蝴蝶效应相信很多人都了解，蚊子消失后，与蚊子有牵连的一切动植物都将会受到影响。地球上没有了蚊子，首先依靠蚊子为食的动物，比如蜻蜓、壁虎、蝙蝠、青蛙这类生物就会失去主要食物来源。这些小型动物如果受到影响，那么与之有牵连的一整条食物链可能都会受到波及。除此之外，没有了蚊子传播病毒，很多食草动物以及牲畜生病和死亡的几率将会大大降低，它们的数量也会因此大幅增加。这个听上去可能是一件好事，但不要忽略了，食草动物在野外一旦泛滥，便会大量啃咬植被以及植物的根茎。当越来越多的食草动物出现时，就会面临食物缺乏的现象发生。所以蚊子身上所携带的病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某些动物种群过度繁殖，包括人类在内。如果没有蚊子，这种自然的控制机制将会不复存在。
单靠狮子、老虎这类食肉动物的捕杀是远远达不到控制种群数量的。再有就是蚊子消失对水质也会有所影响。我们都知道，蚊子通常会把自己的幼虫产到一些看上去很脏的水中，这些幼虫在发育阶段主要靠吃水里的脏东西生长。这些所谓的脏东西其实就是水里的有机物，比如各种碎屑、细菌以及其他的一些微生物。蚊子幼虫在这个过程可以清除水中的一些有机废物，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水体的健康和生态平衡。再有就是上面我们提到过，吸血的蚊子都是雌性，雄性蚊子是不吸血的。它们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为植物授粉。传授花粉这项工作并不只是蜜蜂的专项，蚊子也是其中一员。有些植物必须依靠蚊子授粉才能结果，如果蚊子消失，与其相关的植物也会面临威胁。比如我们常见的巧克力，巧克力的原材料是可可豆，而可可树每年必须依靠一种特殊的蚊子传授花粉才能长出果实。如果蚊子全部消失，巧克力可能也会随之消失。总的来说，蚊子消失对人类既有好处，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毕竟人家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比我们人类要早得多。想要将地球上所有的蚊子全部消灭，以目前的科技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全世界的蚊子数量多达几十万亿甚至更多，并且它们的分布范围广泛，想要一只消灭它们几乎很难实现。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黄鼠狼究竟有多可怕？它真的可以操纵人类的心智吗？在我国的一些农村地区，自古就将黄鼠狼称之为黄大仙的说法。传说黄鼠狼能够附到人的身上，操纵人的心智，使其产生精神错乱、举止异常，做出各种让人头皮发麻的举动，非常可怕。这个传说其实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黄鼠狼的确具有迷幻大脑的能力。更可怕的是，在野外其实还有很多比黄鼠狼更加可怕的幼科动物，黄鼠狼在它们面前只能当小弟。你如果在野外遇到它们，一定要保持警惕，因为幼科动物虽然体型不大，但却格外凶猛，稍不注意就有可能遭到它们的攻击，非常危险。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世界上最危险的8种幼科动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赞支持一下，谢谢。第8个，黄鼬。黄鼬就是我们俗称的黄鼠狼，在一些农村地区，它也被人们称之为黄大仙。这是一种体型中等的幼科动物，原产于亚洲地区，在我们国家的很多地方几乎都有分布。一只成年黄鼠狼的体长最长可达40厘米，体重也就在2斤左右。它的整体体型并不算太大，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动物，在一些地方却被人们供奉为黄大仙。其主要原因其实就是黄鼠狼身上所携带的致幻剂。在黄鼠狼的肛门两旁长有一对黄豆形状的臭腺，它的这个臭腺可以向外分泌一种气味非常刺鼻的液体，这种液体具有致幻的能力，一旦沾到人类或者其他动物的头上，就会引起中毒。中毒者通常会出现头晕目眩、恶心、呕吐，严重的甚至还会出现幻觉，导致精神系统紊乱。早些年在农村地区，一些中了黄皮子毒的人有时候会出现手舞足蹈的症状，外加上之前的人学识有限，所以只能将这种症状推向鬼神之说，之后便越传越离谱，越传越可怕，逐渐的黄鼠狼就成为了人们口中的黄大仙。实际上黄鼠狼非但不是什么恐怖的鬼魅生物，它还是一种对生态环境非常有益的动物。你知道吗？黄鼠狼在野外主要靠捕食各种鼠类为食，一只黄鼠狼1年之内就可以吃掉1500到3200只老鼠，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为人类保护了数吨的粮食。第7个，黄喉貂。这是原产于东亚地区的一种幼科动物，它的活动范围极其广泛，在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几乎都有分布。黄喉貂也叫蜜狗以及黄腰狐狸，它的体型虽然看上去不大，但性情却格外的凶狠。一只成年黄喉貂的体长最长可达65厘米，体重最重可达6斤以上。它的四肢强壮有力，脚上还长有非常锋利的爪子，攻击力非常强悍。它属于典型的食肉野兽，在野外无论是小型哺乳动物，还是各种毒蛇，甚至一些比它们自身体型大很多的有蹄类动物，都是黄喉貂的猎杀对象。有时候找不到猎物时，它们也会闯进人类的地盘，捕杀家畜。更可怕的是，这个小家伙如果10几只聚集起来，敢于攻击一个手无寸铁的成年男子，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也会吃人。
另外就是在我们国家，这种黄喉貂是野生大熊猫幼崽的主要威胁之一。在秦岭地区，自从野生的华南虎和各种豺狼虎豹的数量骤减之后，这种黄喉貂就成为了当地的掠食性杀手。在野外，野生的大熊猫幼崽一旦遇到黄喉貂，那基本上就凶多吉少了。所以别看这个家伙体型不大，它们的凶猛程度其实一点也不亚于一些大型野兽。如果在野外遇到，一定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千万不要被它可爱的外表迷惑了。因为黄喉貂对人类和猎犬以及其他动物几乎没有恐惧，一旦被激怒，后果相当可怕。第六个，鱼雕，这是一种分布在北美地区的幼科动物，它的体长可达 1.2 米，体重最重接近20斤。这个家伙的外观看上去虽然并没有多可怕，但实际上性情却格外凶猛。在野外，即便是许多大型猫科动物都不敢轻易招惹的豪猪，鱼雕也不放在眼里。它是少数的可以捕杀豪猪的动物之一。鱼雕是一种非常灵敏的猎手，在捕猎豪猪时，它会利用敏捷的身躯进行走位，实现挑逗豪猪的目的。瞅准机会之后，就会一击将豪猪掀翻，然后对豪猪的腹部进行开肠破肚，相当残忍。在野外，它主要靠捕食各种中小型动物为食，它的战斗技巧非常强悍，有时候即便是凶猛的加拿大猞猁也会沦为鱼雕的盆中餐。这种情况虽然并不多见，但据研究表明，鱼雕的确有能力战胜猞猁。毫无疑问，它绝对算得上是一种凶猛的野兽。第五个，猪獾。眼前这个长着猪鼻子的动物就是猪獾，它虽然名叫猪獾，但并不是猪，而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幼科动物。猪獾的体型很大，它的体长最长可达1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30斤。这个物种原产于东南亚地区，多数都活动在一些热带常绿森林和草原上。它是一种杂食动物，在野外主要以各种鼠类、昆虫以及植物的根茎为食。它的性情非常凶猛且暴躁，当受到威胁时，它会发出类似于猪一样的吼叫声，同时还能够将自己的前半身挺立起来，猛冲上去对敌人进行撕咬。一旦被它咬住，如果不咬掉一块肉，猪獾轻易不会松口，相当难缠。另外，猪獾是一种夜行性动物，每当夜幕降临，它们就会四处游走寻找食物。到了白天，一般都会钻进巢穴休息。它是一种穴居生物，它的洞穴一般都设立在一些路旁、田埂以及山势陡峭的土坡上。它的挖洞能力很强，猪獾的洞穴通常都很大，长度从5米到10米不等，并且它的洞穴一般都四通八达，分为好几个出口。当一个出口被毁坏或者有危险，它们就可以快速的利用另一个出口逃生，相当聪明。另外就是在野外碰到这种生物，千万不要盲目的招惹它。虽然它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一旦被激怒，那么很有可能会遭到它猛烈的攻击。多数人如果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它。第四个，美洲獾。眼前的这个长相潦草的家伙就是美洲獾，它的脸部上方有一条明显的白色条纹，看上去非常狰狞恐怖。正如它的外表一样，美洲獾也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幼科动物。这个家伙仅生活在北美地区，通常都活动在一些开阔草原上，极少会进入森林里。它的体长可达75厘米，体重最重可达30斤。与猪獾一样，它也是一种穴居动物，在野外主要靠捕食各种鼠类为食。它的体型虽然不大，但性情也非常凶猛。一旦发起怒来，即便是比它体型大2-3倍的猎狗或者郊狼，它都有能力将其干掉。即便是遇到美洲狮这种更强大的对手，美洲獾也可以凭借强健的四肢和锋利的爪子挖洞逃生。如果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它还可以像臭鼬那样喷出刺鼻的尿液去驱赶敌人。总之就是美洲獾这种生物对抗敌害的能力很强。除此之外，它还是各种蛇类的天敌，即便是带有剧毒的毒蛇，对美洲獾来说也不在话下。它可以将毒蛇的头部去除，然后只吃没有毒的身体，相当聪明。第三个，巨型水獭。这种生物生活在危机四伏的亚马逊雨林，它是南美洲的特有物种，主要都生活在一些水流缓慢的河流以及湖泊里。它是世界上第2大幼科动物，成年后的体长最长可达 1.8 米，体重可达60斤以上。它是一种水陆两栖的哺乳动物，可以在陆地上活动，也可以在水里活动。巨型水獭是南美洲的顶级捕食者，它的肌肉发达，战斗力强悍，超强的游泳能力和出色的狩猎技术，使其成为了河流中的顶级杀手。另外，它还是群居性动物，一群的数量通常为5到9只。它与狼群一样，会通过合作狩猎，在水里它们几乎可以攻击任何水生物，包括森蚺和小型鳄鱼在内，都是巨型水獭的猎杀对象。因此，人们也将其称作水中群狼，非常凶猛。第二个，蜜獾。
蜜獾也就是平头哥，它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誉为是世界上最无所畏惧的动物。这个家伙性情凶猛，攻击性极强，它几乎敢于攻击任何生物，即便是非洲狮这种凶猛的野兽，蜜獾也敢于对其发起攻击。虽然它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干掉非洲狮，但它却有超强的勇气去跟非洲狮对抗。这份勇气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动物都不具备的。其实无论是非洲狮，还是带有剧毒的黑曼巴蛇，又或者是手持真理武器的人类，在蜜獾的眼里都会一视同仁。他们基本上不惧怕任何生物，所以在野外遇到千万不要招惹它。这个家伙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其主要原因就是它的眼睛结构。蜜獾的眼睛结构类似于凹透镜，它们眼里看到的任何物体都要比实际小得多。也就是说，在蜜獾的眼里，狮子的体型可能就跟小猫小狗一样，对蜜獾起不到任何的震慑作用，因此它才敢肆无忌惮地攻击任何生物。除此之外，蜜獾独特的身体构造也赋予了它超强的防御能力，它是为数不多的一种对蛇毒免疫的动物。即便是黑曼巴蛇这种剧毒毒蛇，在蜜獾的眼里也只不过是一根辣条而已。要知道，在非洲大陆，毒蛇是很多大型野生动物的噩梦，包括我们人类。即便是狮子这种猛兽都不敢轻易的招惹毒蛇，而蜜獾这种生物却成为了毒蛇的天敌，非常牛。第一个，雕熊。雕熊也叫狼獾，它是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幼科动物。它的体长可达1米，体重最重可达60斤以上。由于它的外形看上去与棕熊非常接近，因此人们也将其称之为雕熊。雕熊其实并不是熊，它也是一种幼科动物。这个家伙性情凶猛，战斗力强悍，捕猎的手段也极其出色。它主要都分布在北半球的针叶林和高山冻原地带，在我们国家的大兴安岭北部和内蒙古以及新疆地区都有分布。狼獾是所有幼科动物里最强悍的捕食者，在野外它可以捕杀比自己体型大10几倍的猎物，即便是驯鹿这样的大型兽类，狼獾也可以凭一己之力将其拿下。它是雪地里的顶级猎手，无论是体型巨大的食草动物，还是凶猛恶毒的猞猁，包括郊狼在内的食肉野兽，狼獾都有能力将其猎杀。它拥有锋利的爪子和厚厚的皮毛，无论在攻击力还是防御力上，狼獾的战斗力几乎都达到了顶级。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它的体型与狮子老虎一样，那么它很有可能会成为食肉动物界的扛把子。然而可惜的是，这么强悍的一个物种，它的寿命却很短。野生狼獾的寿命大约仅有5年左右，只有在圈养的条件下才可以达到10年以上。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猪点个赞，谢谢。